有一个维生素啊，我们很少说到它，但是呢，对我们身体的细胞的健康、能量的代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它甚至呢还可以抗癌。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。我是杨医师。那么这个维生素到底是什么？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黄素啊，又叫维生素 B2。这个核黄素啊，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会在我们体内储存啊，如果多了，它就会从尿液排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定期的从食物里面摄取或者从营养剂当中补充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个维生素它到底是什么，它有什么样的功能，如果我们缺乏了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，哪些人特别需要补充它。最后我们要揭晓它到底有没有抗癌的作用。那么这个维生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首先，它是我们身体产生能量不可缺少的一个营养素。我们从脂肪、糖和蛋白质中获得能量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维生素 B2 在当中起作用。第二个呢，它是维护细胞的正常功能。那么它参与各种各样的细胞的生物活动，包括遗传物质的合成。另外呢，它对维护我们皮肤、神经系统和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视力、眼睛疲劳甚至呢大脑的认知功能、情绪的调节都跟它有关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有抗氧化的特性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细胞免受氧化应激和自由基引起的损伤。那么，如果你缺乏的话，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？最常见的就是嘴唇干裂我们很多朋友说嘴唇干裂，特别是在口角的这个地方还有疼痛和不适。另外呢，就是口腔和舌头的黏膜红肿，实际上就是口腔内部黏膜的炎症、红肿热痛的症状。第三就是喉咙痛，也是因为喉咙发炎的原因，所以你会有吞咽困难喉咙疼痛的症状。另外就是皮肤炎症皮疹干燥粗糙发痒。另外呢，就是角膜炎，这个比较严重的 B2 缺乏呢，会造成角膜炎。同时呢，它还会导致我们消化道的问题，比如说恶心、呕吐和腹泻。神经系统症状就更不用说了，在严重的情况下呢，会出现神经痛感觉异常认知功能障碍和情绪的问题。同时呢，人会产生疲劳，出现代谢紊乱的症状。那么哪些人呢容易出现这个维生素 B2 的缺乏呢？首先就是饮食比较单一的人，因为有些食物它富含维生素 B2， 有些食物呢就缺少维生素 B2。哪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B2 呢？我们在后面继续介绍。另外呢，就是年纪大的人他在这个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方面呢也会减少。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，像这个乳糜泻，也就是说对麸质有严重过敏的，有克隆氏病的，这些胃肠慢性炎症的，都会呢造成B2 的缺乏。还有就是吃素的，特别是吃纯素的人，植物中虽然有 B2， 但是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少的。还有一些婴儿和儿童，他们完全是靠母乳喂养。那么如果母亲摄取的 B2 不足，也会有问题。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呢，尤其需要补充维生素 B2。哪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B2 呢？首先就是鲑鱼，6盎司的鲑鱼片就能提供你每天所需要的核黄素的 64%。其次呢，就是蘑菇一个熟的白蘑菇里面就含有你每天所需要的 38% 的核黄素。第三呢，就是瘦猪排一块6盎司的瘦猪排含有 35% 的每天需要量，一杯菠菜那么有 33% 的每天的需要量，1个盎司的杏仁就占你每天需要量的 25%。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牛油果，一个牛油果呢占我们每天需要的核黄素的 20%。另外就是鸡蛋一颗鸡蛋也给我们提供每天需要的核黄素的 20%。另外就是金枪鱼，一块6盎司的金枪鱼能给我们提供 40% 的核黄素。这些食物它不光含核黄素，它还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呢都很有帮助，
对我们能量代谢、细胞功能、皮肤和眼睛都很重要。那么这维生素 B2 到底能不能抗癌呢？它能，但是呢，目前的研究呢发现呢，它对2种癌尤其重要。那么是哪2种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直肠癌。大家看到这篇文章就讲到这维生素 B2 呢，它可以减少直肠癌的风险。每天摄取的量达到5毫克的时候就更明显。另外一个癌症呢，就是乳腺癌综合的分析发现呢，在维生素 B2 摄取越高的人这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越低说明呢这个维生素 B2 和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有关系。那么如果你已经得了直肠癌和乳腺癌，补充维生素 B2 会不会有治疗的作用呢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结论，但是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讲，维生素 B2 呢显然对直肠癌和乳腺癌非常重要。所以在大家的饮食当中一定要注意有维生素 B2 比较丰富的饮食。同时呢，如果你是属于维生素 B2 容易缺乏的那一类人的话，那么你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补充。每次说到这个补充维生素大家就有人说会不会补充多了，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那么哪些人需要注意呢？首先，水溶性的维生素如果你不是用极端的大剂量去补充的话，应该不会造成什么毒素，因为它很快就随着身体尿液就排掉了，它不在身体里面储存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吃了过高剂量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胃部不舒服、腹泻或者是尿液增多的这样情况。另外呢，它有可能干扰一些其他药物的吸收，像三环类的抗抑郁药、苯硫噻嗪类的抗氯剂药。当然有些人会对 B2 的补充剂有过敏反应，因为这种补充剂里面不光是 B2， 还有包括胶囊和其他的添加成分在里面，有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像皮肤瘙痒、荨麻疹等等。总的来讲呢，补充维生素 B2 还是很安全的，尤其是通过食物来补充就更加没有问题。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，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，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端倪世界守护健康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